警察把一張門禁記錄推到我面前。晚上10點47分，我的名字刷開資料室。10點52分，良心死在裡面。羅凱盯着我，這5分鐘只有你的授權進過門。我把手機轉向他，直播回放裡，我正站在300人的 IPO 說明會台上。他沒有因此收起資料，只把另一頁推過來。良心電腦裡有一份未寄出的舉報草稿，裡面提到我要求他先壓下上市前的風險。所以你人在台上，不代表事情跟你無關，羅凱說得很平。我沒有反駁，因為那份草稿替門禁記錄補上了最麻煩的一塊，動機。手機就在這時震了一下，寄件人顯示良心，時間卻在他死亡之後。我點開語音，會議室裡只剩他略微發緊的聲音。江瑤，如果警察說我死在你的門後面，別急着證明你沒進去。他停了2秒，先查是誰需要所有人相信你進去過。那句話沒有替我洗清嫌疑，反而把問題變得更大。良心顯然預料自己會出事，也預料有人會拿我的權限做文章。羅凱問我是不是知道他在查誰，我搖頭，不知道。但如果他特地叫我別先證明清白，門禁本身就不能只看表面。我把那張記錄拉回來，指着時間欄，這是中央伺服器的時間，還是資料室本地控制器的時間？羅凱抬眼看我，秦書瑤也在旁邊停住了動作。2份記錄如果不是同一層，所謂10點47分，就未必代表同一件事。我沒有再替自己辯解，只要求先把2套記錄分開比對。良心留下的第一個問題已經很清楚，有人想讓江瑤進去過變成所有人最先相信的答案。秦書瑤把中央伺服器與資料室控制器的摘要並排放在熒幕上，第一個異常不是人名，而是案發前的一次重啟。這次重啟沒有申報，他點開時間欄，而且重啟之後，本地控制器比中央時間慢了11分鐘。11分鐘不長，卻足以讓一段原本屬於別的時刻的開門記錄，看起來貼在良心死亡之前。我問，所以門禁是假的？秦書瑤立刻搖頭，不能這樣說。時間有偏差，不代表憑證本身是假的。他把另一份記錄拉出來。我的舊門禁授權在2個月前換卡時，被納進災難復原備份。也就是說，真的授權曾經被複製進合法備份流程。這比單純改異型記錄更麻煩。若有人拿的是有效備份憑證，我的不在場證明只能證明我本人沒去，不能證明我的權限沒被人使用。我要求查看那次復原演練的接觸名單。秦書瑤沒有直接給我原始檔，只把依法可看的摘要調出來。名單很短，財務長魏承勳在上面，內部稽核負責人何修元也在。2個人都有正當理由碰到那套備份。羅凱問，你比較懷疑誰？我沒有選。現在只知道他們有條件，不代表有人真的用過。但良心最近和魏承勳的衝突我記得很清楚。他連續3次要求暫停一批顧問費，魏承勳3次都否決。何修遠則一直站在稽核那一邊，表面上最像協助調查的人。偏偏越熟悉控制流程的人，越知道哪一層記錄最容易被大家當成不會出錯。門禁時間差讓我拿到第一個答案，也把問題縮成2個人，誰只是碰過備份，誰又有理由讓良心閉嘴。魏承勳的麻煩比我預期來得更快。警方查到良心死後，他刪過2筆付款備註，而那2筆恰好屬於他要求暫停的顧問費。我在正式會議裡把資料推到他面前，你刪的是什麼？魏承勳先看羅凱，再看我，沒有立刻回答。上市前有些交易不能被外面誤解，他說。我只回了一句，良心已經死了，現在最不能做的就是替任何交易選擇性解釋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後承認着責顧問那筆錢不是普通服務費。
為了拿下一份大客戶，他默許了不當的商業回扣。羅凱把內容記下來，魏承勳的臉色很難看。這件事足以讓他停職，也足以解釋他為什麼急着刪備註。可當我把金額與良心私人備忘錄裡那組異常總額放在一起，兩邊根本對不上。差距不是小數點，而是兩件不同的事。你隱瞞的是回扣，我看着魏承勳，但良心在追的不止這一筆。他沒有替自己辯白，只說他不知道他還查了什麼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真正把說謊和殺人拆開。魏承勳確實有罪，但有罪不等於他就是我要找的人。這條線看似離答案最近，現在卻突然斷了。更糟的是，我失去了最容易說服所有人的那個嫌疑人。我想起良心平常工作的習慣，重要數字他很少只留在電腦裡，他總嫌系統可以被改，紙筆反而更直白。就在我們還沒找到他真正追查的那組數字時，良心設定的第二個訊息送到了我的手機，只有2個字 B7。 B7， 我把手機放在桌面上，沒有公司名，沒有地址，也沒有一句解釋。我們先查供應商代碼，沒有對應，再查實體檔案櫃， B 區7號也只是普通封存資料，和良心正在追的款項毫無關係。秦書瑤盯着那2個字看了一會兒，如果它不是東西呢？如果是規則？他轉去查歷史版內控文件，幾分鐘後，一條幾乎被更新記錄淹沒的分類跳了出來， B7 例外。我只看了一眼說明，就知道良心為什麼要留下它。被標成 B7 的小額付款，只要低於特定門檻，就不經正常抽樣，而被視為已做人工複核。換句話說，只要金額切得夠小，一筆本來該被系統注意的交易，就可能從一開始被當成已經有人看過。這條規則誰建的？我問。秦書瑤拉開3年前的版本歷史，責任欄裡只有一個名字：何修遠。何修遠不是財務長，他是內部稽核負責人，是理論上最應該阻止控制失效的人。我沒有因此說他就是兇手。建立規則可以是正常工作，真正要查的是，這條規則後來有沒有被人刻意利用。秦書瑤把近年的 B7 付款摘要拉出來，數字一筆一筆落在門檻下方，像有人非常清楚警報會在什麼地方響起。良心留下的2個字終於有了意義，而何修遠也第一次從協助調查的人變成必須被查的人。B7 付款越往下看，越不像巧合。大量金額都停在風控門檻以下，彼此又分散在不同供應商名下。我正要讓秦書瑤往受益人追，他卻把游標停住，不行。再往下就是受管制資料，你現在碰了，後面可能整條證據都被攻擊。我盯着螢幕幾秒，最後把手收回來。他說的對。現在最重要的不是比誰查得快，而是最後誰能把證據留在桌上。我們把金額分布、時間與 B7 分類整理成一張異常清單。我沒有寫誰偷了錢，只寫警方可以自己重做的比對條件。羅凱接過去時問我，你願意把後面的查詢交給我們？我說，我只要結果能站得住，不需要每一步都握在我手裡。警方依法調取後，很快回了第一層結果。幾家表面毫無關係的供應商，最後竟然共用同一批受益關係。這已經不是一筆不乾淨的顧問費，而是一條長期被拆散、藏在例外規則下面的資金流。消息才剛回來，何修遠就主動找上我。他沒有問我查到什麼，只先談程序。江總，越過調查邊界，會讓所有資料失去證據效力。他語氣平穩，像是在替我避免犯錯。我問，你怎麼知道我們查到哪一步？他只笑了一下，現在公司裡沒有人不關心這件事。那句話沒有證明任何東西，卻讓我多記了一筆。何修遠知道調查進度的速度，
比一個被動配合稽核的人快得太多。我還沒來得及驗證消息從哪裡漏出去，他已經先把下一步送到了董事會。董事會臨時會議開始時，我的名字已經出現在風險報告首頁。提交人是何修遠。報告沒有指控我殺人，只說我私自接觸公司資料，可能干擾刑事調查，建議立即暫停所有系統權限。有人問我是否反對，我看着那份報告，只說如果停權能保住證據效力，我接受。幾分鐘後，工作賬號跳出停權通知。從那一刻起，我不能再自己進任何核心系統，也不能靠職位要求別人替我查。羅凱會後提醒我，你在拿到來源不清楚的資料，我們不一定能用，這不是威脅，而是何修遠最擅長利用的邊界。秦書瑤問我要不要向董事會申復，我搖頭，現在搶回權限，只會讓他說我非拿到系統不可。我把手上已經合法取得的記錄全部攤開，按時間重排。沒有新資料，就看舊資料裡哪個動作一定留下行政痕跡。11分鐘的時間差重新回到桌上。控制器不會自己重啟，案發前那一次，必然有人留下維護來源。失去權限讓我慢了下來，卻也逼我把調查變得更乾淨。下一個要找的，不是誰登入過，而是誰讓那次重啟看起來沒發生。何修遠以為撤掉我的權限能讓我停在原地，我反而第一次不用再跟着他設計的系統往裡走。時間線上，一張不起眼的維護工單正好卡在控制器重啟之前。前台狀態只有3個字：已取消。如果真的取消，控制器不該重啟。我讓秦書瑤只查他早已保全的版本歷史，不再碰任何新的核心資料。版本記錄顯示，那張工單不是從未執行，而是建立後被關閉。關閉時間就在案發前，賬號屬於何修遠。這是第一次，有一條門禁行政痕跡直接落到他手上。可我知道，碰過系統和用系統殺人之間還隔着很遠。何修遠面對詢問時甚至沒有否認。那是演練取消後的收尾，我有權關閉。他把流程文件放到桌上，頁碼和簽核都齊全。羅凱翻完文件，看了我一眼。何修遠給出的理由討厭得很完整，因為他確實可能成立。我沒有和他爭，我只確認一件事，這張工單是你關的。何修遠點頭，是。他離開後，秦書瑤低聲問，那現在呢？我說，現在知道他碰過規則，也碰過門禁，但我們還缺他不能用工作解釋的行為。良心為什麼只留下筆跡，不直接寫一個名字？我忽然明白了。他也許根本沒有足夠證據指認誰，只知道應該往哪裡驗證。既然他留下的是驗證路徑，我就不該等一份不存在的完整遺書。我要的是讓真正心虛的人自己選擇下一步。而選擇，只要設計得夠乾淨，就會留下比猜測更有用的痕跡。我把計劃先交給羅凱，沒有私下行動。3個可能接觸內部消息的人，各自會得到一個不同的良心紙本備份位置。我對魏承勳說，紙本可能被送進董事會檔案庫。他當場皺眉，但除了問一句“誰告訴你的”，沒有更多反應。法務收到的是另一個版本，外部律師保管箱。這條消息只在必要的人之間流轉。何修遠拿到的第3個位置最具體，就機房第3層封存櫃。這個位置，除了警方和我，只有他知道。秦書瑤問，那裡真的有良心的東西嗎？我說，沒有。3個地方都沒有。這不是要騙出一句自白。我只測一件事，如果有人相信良心留下紙本，哪一條消息會讓他產生未授權行動？羅凱再次確認3個位置沒有真證據後，才安排監看。所有時間、傳遞對象和版本都被記錄下來。如果都沒動靜呢？
他問。我說，那就證明這條方法沒有答案，我們回去查別的。我不能因為懷疑何修遠，就把任何結果都解讀成他有罪。這個局唯一有價值的地方，就是他必須允許自己失敗。夜裡，3個位置同時被納入監看。我沒有再碰系統，只等一個人決定要不要為一份根本不存在的紙本冒險。第一次，我不是追着兇手留下的東西跑，而是在等他對自己的恐懼做出選擇。前2個位置整晚都很安靜，董事會檔案庫沒有異常，外部律師保管箱也沒有任何未授權動作。舊機房卻跳出一次高權限進入請求。羅凱把時間截圖推給我時，我先看的是消息版本，不是賬號名稱。那是只有何修遠知道的第3個位置。差異化假情報第一次產生了可以回指來源的結果。更關鍵的是，系統沒有使用一般員工賬號，而是災難復原憑證。和資料是案發時出現的異常憑證，屬於同一類型。我沒有說抓到他了。同一類型只能證明手法方向相似，還不能證明操作人就是何修遠。警方依法調取復原憑證的領用與保管責任。那套憑證不是人人都能碰，每一組都有管理範圍。結果裡，一組與舊機房異常相關的序列，只落在何修遠負責的密封管理範圍。羅凱問我，現在你怎麼看？我說，他知道假位置，相關憑證又在他控制範圍。這2件事可以互相驗證，但還不夠結案。我要的不是一個讓人覺得很像兇手的人，而是一條讓每個合理解釋都逐步失效的證據鏈。何修遠已經很難再只是碰巧熟悉制度，可良心為什麼會被殺，還缺最後一個最實在的答案：錢到底流向了誰？警方那條資金線終於在這時送回新的資料。警方查到幾家B器供應商的受益關係後，其中一部分最終與何修遠家族控制的顧問公司出現交叉，財務動機第一次真正落到他身上。可我仍需要知道，良心生前到底掌握到了哪一層。我向警方申請清點他已被允許整理的個人物品。桌上沒有神秘檔案，只有他平常的會議筆記、資料夾和幾本工作本。翻到其中一冊時，我停住了。良心做重要核對有個習慣，螢幕上的數字看完，會再把真正關鍵的幾組抄到紙上。會議筆記的夾層裡夾着一張供應商付款排序表，每筆筆記異常旁邊都有他手寫的一個日期。那些日期不是付款日。我把它們交給羅凱，由警方和系統記錄比對。第一組結果回來時，秦書瑤把手從鍵盤上移開。每個日期都落在何修遠賬號進行例外複核後的下一個工作日附近。後面的比對沒有改變方向。異常付款、筆記標記、例外複核與受益公司開始連成一條完整的線。良心沒有留下何修遠是兇手這種答案，他留下的是一張能讓別人重做他推理的索引。我盯着那張紙很久，他大概早就知道電子資料可能被刪，所以才把最重要的節點留在自己最普通的工作習慣裡。財務犯罪已經閉環，現在只剩最後一件事，把這條利益鏈和良心死在資料室的那一晚真正接起來。法醫與現場重建的新結論先到了。良心不是單純意外，他死亡前遭到他人襲擊，現場之後又被整理成事故的樣子。這個結果讓案件的最後一層模糊消失了。有人不止在偷錢，也確實需要讓良心永遠停在那間資料室裡。警方沒有立刻公開任何結論，而是繼續盯着舊機房。何修遠知道的假位置還在那裡，他若相信紙本存在，就還有可能再次出手。當晚，舊機房又出現未授權操作。這一次，羅凱的人已經在合法監看範圍內等着。
何修遠被現場控制時，正在處理一份復原憑證備份。他沒有承認任何事，只反覆強調這可能是部門內部的正常操作。羅凱沒有和他爭。備份被依法固定，操作記錄也完整保全，接下來只需要比對。結果出來時，會議室裡沒有人說話。那組憑證序列和案發當晚資料是控制器裡留下的異常序列吻合。11分鐘時間差，被關閉的維護工單、B 期資金流、梁心的紙本日期、舊機房假情報以及這組憑證，終於咬在同一條線上。何修遠仍然拒絕自白。他可以說工單是職務需要，可以說 B 期是正常制度，也可以說某次操作不是自己完成。可他無法同時解釋，為什麼只有他知道的假位置會被同類復原憑證觸發？為什麼資金最後流向他的關係公司？又為什麼案發憑證序列與他控制的備份一致？羅凱合上資料，何修遠，後面的問題你跟我們回去談。那句話很平，卻是整晚最清楚的結果。我沒有任何報復成功的快感。良心已經回不來，但至少他留下的每一條路，最後都變成可以被別人重新驗證的證據。我的殺人嫌疑隨着證據鏈正式解除。可當我回到公司，董事會已經在討論另一件事， IPO 是不是還要照原計劃走？董事會的第一個意見很直接，何修遠已經被警方拘捕，刑案交給警方，公司不要再錯過上市窗口。有人說，市場不會等我們，我把風險報告放到桌上，如果公司的控制系統本身能被拿來掩護犯罪，那我們現在最不能做的，就是對市場說一切正常。會議室沉默了一陣。我沒有要求任何人為我被冤枉道歉，只要求把 IPO 延後，啟動外部獨立調查，重新檢查所有例外控制。這個決定意味着我們會失去原本最漂亮的上市時點，也會把公司最難看的問題主動交到外部人手裡。但我已經不想再用先過這一關再說，替任何風險找理由。良心就是在所有人都想把問題往後放時，選擇了不往後放。最終，延後上市的決議通過。魏晨勳因違規回扣被停職調查，秦書瑤留下來協助外部團隊重建資料與控制流程。幾天後，他把一份完整語音備份交給我。良心最後還有一句，之前的自動訊息沒播完。我按下播放。良心的聲音比前兩段平靜很多。如果最後是你聽到，別替我報仇，把事情查清楚就好。我把語音關掉，沒有再重播。他要的從來不是誰替他贏一場，而是答案最後能不能留下來。重新召開的會議開始前，我走進那間熟悉的會議室。這一次，我不要求任何人先相信我，我只要求每一個答案都留下能被驗證的證據。